1995年3月20日的早上，因为是上班时间，很多的上班族呢都忙忙碌碌的赶去上班。地铁站上有5名神秘人混在了人群当中，这5个人呢手里都拿着一把雨伞，背着背包戴着口罩，随着人群进入了地铁站，分别登上了不同的电车。早上8点左右，5个人从背包里拿出了用报纸包裹的东西，放在地上，用提前磨尖的伞尖儿用力地刺破了地上的东西，从里面流出了不明液体之后，然后马上离开。随后电车车厢里弥漫着浓烈的刺鼻气味，有些乘客的眼睛开始刺痛，呼吸困难，频繁的咳嗽，并且开始有人抽搐的倒地，口吐白沫。早上8点09分开始，警方很短的时间内就接到了150多通的报警电话。一些地铁工作人员清理地上的不明液体的时候，也发生了晕倒。警车、救护车、消防车都赶到了现场，对受伤的乘客进行救治。现场的人们都非常的惊慌。化学防卫队的队员穿上防护服之后呢，进入现场，喷洒药水进行清理。经过采样分析检测，引起这次事件的不明液体是一种叫做沙林的物质。沙林呢又叫做沙林毒剂，是一种神经性毒剂。暴露在空气当中呢，会挥发成气体，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之后，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进行破坏，毒性是氰化物的26倍。沙林最早是研制杀虫剂的时候产生的副产物，二战的时候呢，被德军大量的生产，准备当作化学武器在战场上使用。但是因为毒性太大，最终呢，沙林也没有应用在战场上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繁华的都市地铁里面使用了这种杀伤力巨大的沙林毒气。不过呢，这次事件当中的沙林纯度只有35%，如果进一步提纯的话，会造成上万人的伤亡。即便没有提纯此次事件当中造成了14人死亡，6000多人受伤。很多人之后虽然活下来了，之后呢也是终身残疾，而且伤者全部都是平民。这就是著名的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。这次事件和一个新兴的教会有关，奥姆真理教，教主叫做麻原彰晃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臭名昭著的日本邪教头子麻原彰晃。麻原彰晃1955年出生在日本熊本县的一个贫困的家庭，本名叫做松本智金夫，兄妹9个人，他排行老7。他患有先天性的青光眼，左眼是完全失明的，右眼只有60%的视力。小的时候呢，被送到了盲人学校，因为他还有一定的视力，而其他的同学都是全盲，所以呢，他在学校里经常霸凌其他的孩子，强行拿走学校定时发给其他孩子的津贴。毕业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存了300万日元。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当政治家，成为日本的首相。长大之后呢，他曾经2次试图考进东京大学的法律系，但最终都失败了。迫于无奈，为了生活，他转而学习针灸和中医。1982年，他开办了药店，为了赚更多的钱呢，他搞起了诈骗。他用橘子皮放在醋里浸泡做成万能药草，对于服用者来说是完全没有效果，甚至还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。后来因为卖假药呢，就被逮捕并且罚款，这让麻原备受打击。后来麻原进入了一些新的教会，寻找精神寄托。在此期间呢，他就萌生了建立自己宗教的想法。1983年，松本智金夫呢改名为麻原彰晃，这个名字取于梵语，麻原的意思就是王中之王，彰晃在梵语里就是释迦的意思。1984年2月，麻原设立了奥姆真理教的前身瑜伽道场奥姆神仙会。1986年，麻原说自己去喜马拉雅山脉去修道了，并且说自己已经觉悟，得到了最终解脱。1987年，他将奥姆神仙会改称为奥姆真理教，自称为教主。作为教主你得有超人之处，得有个绝活。麻原呢，就向外面说自己已经顿悟了，是有法术在身的人，可以人体悬浮，并且呢，拍摄了一张自己悬浮的照片，刊登在杂志之上，用来呢吸引教徒。
这张照片在现代人看来就是盘腿弹跳，一瞬间抓拍的照片啊，就是这个表情控制的不太好。但是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年代，的确有很多人相信这个事情，特别是经常看动画片，幻想着自己有超能力的年轻人，很多人就拜他为师。另外呢，他还自创了一个超能力秘密开发法，对外广收门徒。作为教主麻原彰晃呢也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，留起了长头发和长胡须，特别是他那天生的没有焦距的眼神，让人看上去更加的深不可测。麻原为了传教呢，还声称自己3岁的时候就灵魂出窍了6岁的时候就死而复生，还说自己是佛教的摩诃迦罗，基督教的耶稣，埃及的法老王，中国的明太祖，是释迦牟尼的真传弟子等等等等。不久之后，日本经济进入了泡沫破裂的时代，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都非常的焦虑，急于寻找心灵上的寄托。麻原的宗教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不断的壮大。1995年巅峰时期，日本的本土的信徒就达到了15400多人，其中呢年轻人占到将近一半，而且还在国外设立了分部，在美国的纽约和加州，还有俄罗斯等地区也有信徒上万人。麻原彰晃主张信徒们戒杀，不能杀生，除了师尊麻原本人下令杀谁，那不叫杀，那叫拯救对方。麻原命令自己的信徒不能吃肉食，只能吃素食，而自己呢，他自己每天都是大鱼大肉。麻原要求信徒们不能和配偶或恋人之外的人发生不正当关系，但是麻原自己除外。麻原的情人至少有100多人，其中呢头号情妇石井久子被称为女帝专门负责给麻原选妃，选择的标准和大多数男人的标准也差不多，都是年轻肤白貌美大长腿。为了敛财呢，麻原还设立了一些收费的项目，入教会需要4.8万日元，参加预备班需要14.5万日元，摸头一次5万日元。而且师尊的头发、胡须、指甲、血液，甚至洗澡水，这些都是圣物信徒们都可以去购买。一根师尊的头发1000日元，师尊的洗澡水每200毫升要价2万日元。神血其实就是葡萄酒里加一些迷幻药，喝了之后迷迷糊糊，让信徒们以为有顿悟的效果。麻原还自己造了一个头套，用微弱的电流刺激人的头部，据说呢能够让信徒和师尊之间产生精神交流，售价100万日元。而且还有一种更高级的那就是出家，就是全身心的和师尊的精神在一起，断绝和社会的所有联系，将自己的所有的钱财上交教会就可以了。根据1995年11月警视厅的调查报告，奥姆真理教激励的金额已经达到了100几十亿日元，不动产的价值约为30亿日元。随着教会的实力越来越大，麻原的野心呢也越来越大。1990年，麻原组建了真理党派出了24个核心干部，连同自己在内，总共有25个人参加了此次的选举，竞选日本首相。麻原在现场直接把2亿日元的现金倒在桌子上，用以彰显自己的财力。但是他这种愚蠢的行为被现场的记者报道之后呢，人们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疯了，是不是有病？结果麻原本人仅仅获得了1783张的选票，其他的24个人也全部都落选了。这次选举失败呢，使他备受打击。既然不能按正常流程当上日本的首相，那么麻原呢就计划要用武力来统治日本。麻原彰晃的种种行为呢，导致很多信众对他产生了恶感，决定退出教会。这是麻原绝对不允许的。麻原主张绝对不许叛教，他设置了单人牢房对于想要退教的信徒呢进行殴打、虐待、电击，甚至谋杀。反邪教律师坂本提曾经质疑麻原是邪教神棍，打算在电视台揭露麻原。结果呢，电视台的员工将消息泄露给了麻原，麻原就派了6个教会的骨干，将坂本提一家3口残忍灭门，其中坂本提的儿子当时只有1岁2个月。
1992年，麻原带领了40名成员赶赴非洲刚果共和国，希望能够获得埃博拉病毒作为大屠杀的工具，但是呢，最后并没有成功。麻原还在知名大学、科技行业、日本自卫队以及政府当中发展信徒，其中不少是优秀的医生、化学家、物理学家和电脑奇才。有了这些科技人才呢，麻原开办了化工厂，开始研发和生产沙林毒气和 VS 神经毒气。1994年，他说出了自己的预言。他说：“1997年我将成为日本之王，到2003年将会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将纳入奥姆真理教，异教徒将被赶尽杀绝。”1994年，奥姆真理教在长野县松本市的分部和当地的业主发生了土地纠纷，打官司眼看着要输了。在6月27日，麻原命令信徒在法官的住宅附近使用了沙林毒气，导致了整个社区都被波及，造成了8人死亡，660人重伤。这次沙林事件是麻原第一次使用沙林毒气。当时警方呢以为是境外恐怖组织所为，直到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，才确定这次松本沙林事件也是麻原干的。奥姆真理教这时呢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反人类邪教组织了。为了达到终极目标，统治日本，成立一个太阳寂静国，麻原呢还制定了一个更加疯狂的11月战争计划，准备在11月日本国会开幕式上用军用直升机在东京的上空喷洒沙林毒气，杀死参加开幕式的日本天皇和所有的国会会员。为了制造恐慌，会继续喷洒沙林毒气。根据他的计划，喷洒70吨沙林毒气将会杀死1200万到2000万的东京平民。为了完成11月战争计划，麻原利用苏联解体的特殊时期，在苏联大量的购买毒气原料和制毒的设备，还购买了2架军用直升机，并且在日本本土建立了兵工厂，大量生产 AK-47 枪支。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会配备防毒面具和枪支，接管东京。11月战争计划当中还计划从海外买船、T-72 坦克、米格29战机，用来武装自己。为了应对日本的自卫队以及驻日美军部队呢，麻原还调查了日本的核设施，企图控制核武器进行威慑，彻底的控制日本。统治日本之后，再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的华盛顿，引起第3次的世界大战，最后呢统治全世界。松本沙林事件以及之前的几起绑架杀人案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麻原的化工厂散发出的刺鼻气味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投诉。1995年3月18日，麻原得到了2名信徒的密报，警方将在3月22日对教会基地以及化工厂进行强制搜查。为了转移警方的注意力，给11月战争计划赢得时间，麻原呢就决定制造一起混乱，于是呢就有了视频开头的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。案发2天后，警方组织了数千的警力以及日本的生化部队，对富士山脚下的奥姆真理教总部以及全国的25个据点同时进行了突击搜查。警察进入化工厂搜查的时候，发现了上百吨的制造沙林的原料，还有武器弹药以及2架军用直升机，而且还解救出了多名被监禁的教徒和50多名孩子，同时逮捕了400多名的奥姆真理教的信徒，但是没有抓到麻原彰晃。随后呢，警方对麻原彰晃以及一些骨干的信徒发出了通缉令，进行全国搜捕。1995年5月16日，2000多名警察再次来到了奥姆真理教的总部，在楼房的第2层和第3层之间的夹层内找到了麻原彰晃。审讯当中呢，麻原一直强调一系列的事情都和他无关他说都是弟子们自作主张。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呢，他表现出精神病的状态。为了假装精神病他不时的发出奇怪的叫声，甚至吃自己的排泄物。不过呢，后来经过鉴定，麻原的精神是正常的。2004年2月27日，东京地方法院对麻原彰晃进行了1审宣判。以杀人罪、杀人未遂罪、拘禁罪、非法制造武器罪等等13项罪行，判处麻原彰晃死刑。
奥姆真理教的多名骨干成员也被判死刑。日本被判死刑之后呢，一般需要经过好几年才会执行死刑，直到14年之后，2018年7月6日，麻原彰晃以及多名骨干成员被执行了死刑。而这时呢，麻原已经63岁了，这个盲人神棍啊，最终伏法。